包大哥，快醒醒，又闹鬼了！这会不会就是二人姐姐说的杀气？奇怪，声音就正在房中，却辨不出是从何处传来。是。声音像是从此中传来。包大哥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？比花香还要涩，好像是枫叶的味道。展昭，棒给我。包大哥，你没受伤吧？幸有你帮护身，我没事。这柜中怎会有飞物呢？这房间闹的是鬼还是鸟啊？凑热闹的是鸟，闹别扭的则是鬼。说来说去还是鬼呗。别动，门外有鬼。走，开门去。我不，万一是恶鬼缠身的凶手呢？这样，展昭，我去开门，一会儿你就躲在我身后。我一旦大叫，你就拿你的棒捅他。好。走。什么？
好了吗？阿策，公孙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对不住，公孙大哥，我刚才以为您是凶手。你们吴师兄，这怎像是被鬼打劫似的？鬼在何处？哎，刚才那阵骚乱声可是由此传出？刚才是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是不是跟鬼打起来了？您等着，我这就给您扫地出门。不用了，多谢各位关怀。方才只是在下梦游生乱，不慎惊扰各位。对不住，既是如此，对不住，各位先请回吧。睡个觉也不消停，一天到晚可真闹。对不住，总算放心了，我可不是扫鬼的料。多谢，都打扰到老娘休息了。对不住。咋回事啊？哎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要往哪儿去啊？这话我还想问您呢。来来来，还说呢，都怪那包书生一场梦游，把整个客栈搅得风声鹤唳的，结果成了一出聚众夜游。原是你们庸人自扰，怎么能怪包公子啊？这心眼偏的呀，都快找不着男了。当初就应该给你起名叫朝天珠。哪有仰脖走江湖的？那得摔多少跟头呀？你脸色不太好，生病了？啊？没有啊，大概是累的吧。哎呦，那就赶紧歇歇去。女人呐，这心思还得花在自己身上。包书生有那3个臭皮匠围着，用得着你操心？他屋子若是真有鬼，神兵天将才顶用呢。您说，如果那个凶手和赏金榜之事有关，会不会向我们下毒手啊？哎呦，快睡去吧，睡觉去。唉，闹鬼的事儿还没解明白呢。那废物来势汹汹，绝不会凭空杀出，必定有人恶意设伏。这是什么？是香丸。柜中散发出的香气，应是源于此物。此香罕有，会不会是在哪儿闻到过？在哪儿？不定是哪个姑娘家一代飘香，迷了公孙大哥的心，这他怎会记得清？你到底是喜欢过多少姑娘呀？童颜孽线，可真是白的不明不白。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总是就见不得我白？哎，这香味一淡，像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或许你遇此香，正是在这客栈中。孟老板就是气的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偷来的吧？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呢？美人儿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默默的一片真心呐。孟大亨，孟大亨！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这么急着色受浑欲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。没有。先前我听阿软说孟达亨不辨高则之相，如今看来，孟夫人的胭脂才是其中之奇。的确，孟夫人夺回胭脂时，愤怒之余还有些许紧张，极像是护宝心切。不就是一盒胭脂吗？能宝贝到哪里去？风有枝儿香，平素稀见，而今忽如一夜暗香来，此丸恰似应时而生。如你们所说，香丸极可能是孟夫人之物，可她为何会被置于柜中呢？媚香抱秋意，此中有丹风。你是怀疑这股异香异气源于媚丹风？是山门。怪不得咱们房间经常闹鬼，原来一直套在杜贤房中。即便如此，可操纵鬼屋的人又是谁呢？你们看，帕子下面，该不会就是风空白骨沙吧？这场捉迷藏的游戏，鬼还没玩够呢，哪会轻易将毒沙奉上？这是匿名信。哎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您在屋里待着，您怎么又出来了？我是你主子，又不是你娘子，凭什么让你进屋藏娇？那破屋要是金屋，我都乐意为你而骄。我，哎呦，咱先说好，您下来就下来，待会儿可别撩着别人。我爱撩谁就撩谁，就是不和你好。哎，活该让上官将军收拾你。我还不管你了呢。哎，包公仔啊，快来吃饭吧。那迷迭香说来就来，也不知凶手下一个目标是谁。先去吃饭吧。嗯。安然姐姐，你来的真早，快来，饭可香了呢。沈公子，早走。一夜之间已经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孟夫人要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哎，一点儿都不娘们儿。嗯，
沈公子觉得身体可有毛病？老娘好着呢，你才有什么毛病？包公子，多谢。来，多谢。包公子，您别理他啊。哎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梦见您是文曲星下凡，这辈子您注定是做状元的料。何兄弟谬赞。一晚上不见，包公子怎么还生分了呢？昨儿个都说好了，您要叫我二的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你个小二子糊弄鬼呢！包公子卓尔不凡，如野鹤之在鸡犬，我哪儿说错了？二文姐姐，我听出来了，她说咱们是鸡。他说你们是鸡。等这案子破了，我二就随包公子红尘作伴，浪迹天涯。啊，包大哥可是要进京赶考的，哪有功夫陪你浪？要浪你自个儿浪去吧。你不是从小立志当小二吗？怎么说变卦就变卦？无极客栈初相遇，一见公子无中生呐。于是我突然彻悟，其实我一点都不适合当小二，我就应该做包公子的智多星。你都把小二做得登峰造极了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真的吗？可不是嘛，你这样的小二，几百年才出一个呢。原来我这么优秀啊！对了，怎么不见客栈里其他人下来吃饭呢？江公子和孟夫人说好了在房里用饭，上官将军和水夫人待会儿就到了。也不知江公子的伤势如何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先吃，我上楼查册看看江公子。好。包公子，哎，小二啊，再给我拿碗粥来。啊，好，稍等啊。包兄，公孙兄，打扰了，方才一直未见江兄下楼，我等细念你的伤势，故前来探望。有劳二位了。不知我等是否方便进屋说话？当然，进来吧。鄙人房间凌乱，二位公子见笑了。江兄刚刚好像在找些什么？我的玉笛不见了。玉笛？那只笛子虽是玉制，但音质不好，算不得上品，不过是朋友所赠，意义重于价值。江兄会不会遗漏在哪里了？在家四处都找遍了，早上的时候还在，后来我去楼下和清明姑娘聊过几句，回来就没了，一定是被别人偷了。江兄别急，我们一会儿帮你一起找一下。好，谢二位公子，请坐。哟，江兄手伤颇重，若不仔细处理，伤口定会恶化。不如让阿策为你用药包扎一下。哎，微科而已，怎好劳烦公孙兄呢？为医者本应治病负伤，何来劳烦之说？好，那就有劳公孙兄了。哎，江兄手上怎会有如此厚茧？在下家境贫寒，时常需要务农事。说来惭愧，自从江兄为血魂莲中的獠牙鬼物所伤，在下便一直心有惴惴，唯恐那鬼物会突然奔袭无极客栈。哎呀，相比于有形鬼物，更使人惊心吊胆的，怕是无形鬼影啊。
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江公子以为呢？是啊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江公子以为然否？公孙兄言之有理。在下已包扎妥当，江兄好生休息，我们也没别的事儿了。江兄玉笛丢失，不妨请何二和清明姑娘帮忙留意一下，我和阿策也帮你找找看。那就多谢二位公子。这江玉湖绝不是赶考举子。我先前只觉得他杂念太多，心思不正，便用修身正气心之言告诫，谁知道他竟完全没有听懂的样子。所以你才故意用错句来试探他。是啊，背过大学的人都知晓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，根本不是什么道善则得之。江玉湖一直沉默寡言，这次却满脸焦急，可见那玉笛对他而言一定十分重要。我知道玉笛在哪儿。这个客栈中，除了水姨母女，还有谁逛房间跟逛自家后院似的？昨晚林中脱险，南姑娘和江玉湖属同病相怜，今早便趁火打劫。我看，这不像是南姑娘的作风。你呀，科场聪明，情场糊涂，人家挖个火坑你就往里跳，也不怕引火烧身。我是这。包大哥，南姐姐听你昨夜梦中惊坐起，一早就为你煮了安神极品，望眼欲穿的等你大半个时辰，这会儿正急着回炉加热呢。一片不毛之地，能煮出什么人间极品？小女子不才，论人间极品，可不敢与公孙公子争锋。此话怎讲？常人是血肉之身，公孙公子呢是醋口莲子心，一言既出，要么酸溜溜，要么苦滋滋。这极品本品呀，必非公子莫属。说得对，皮相上君子如玉，骨子里却年少轻狂。你就是欺负我魂书生见得少。二位侠女教训的是，但容小生多一句嘴，这盘珍馐若再端下去，可又要凉凉了。呀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。多谢南姑娘，辛苦你了。昨日历险，承蒙包公子不弃，区区此心如捧小仙，不成敬意。包大哥，快尝尝，这肉被烹得活像碎石子儿。那是猪心，可治惊邪平心悸。虽说火候是过了一些，但它大补得很。猪心，猪心也是区区此心，是人是猪，他都没毛病哈。你闭嘴！先是猪蹄，再是猪心，你咋和猪杠上了呢？你若是不喜欢，便不要勉为其难。假使吃了猪油蒙了心，你就考不上状元了。喜欢，这是我吃过的最称心的猪心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
安就好，也不枉我被何儿敲了一顿竹杠。这只猪心刚好是前2天运过来的。听他说，这里的飞禽走兽都是深藏于林，客栈附近从来不见荤腥呢。展昭、阿软，跟我走。好。公子又来查我啦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江玉湖的玉笛不见了。他玉笛不见了，与我何干？等一下，客栈酒窖里若少了一滴酒，是不是也要怀疑我呀？窖中既非鲜液琼浆，缸里又无黄白之物，您自然是滴酒不沾。这思来想去啊，这片羽毛应该也是自己从门缝里飞进去的。哎呦，那金标里来标里去，满客栈都长了飞毛腿，别人标头标脑的，公孙公子还不清楚？听说你与那包拯是泸州府大名鼎鼎的才子，最擅长破案，怎么我觉得名不符实呢？做人留一线，我不欲与你撕破脸皮，但倘若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在下只好奉陪了。哼，这么有本事啊，你自己找啊！在下奉劝您一句，早早将玉笛归还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哎呦，这话还是省省吧。我水姨行走江湖多年，可不是你轻易唬住的小娘子。我直接私下来问，不过是想给你留几分体面。既然不领情，那便罢了。江玉湖曾说他在昏厥时为獠牙怪物所袭击，可经我包扎观察，他的双手虽有多处擦伤，却无一处孽伤，更别提他还在手检仪式上撒了谎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说谎？如果他真是因为务农而手上长茧，那必定会经常接触泥土，掌纹、指缝中应会有清洗不掉的痕迹。风吹日晒下，皮肤亦黝黑干裂。但他却清秀白净，操中有细，哪里像是农家子？况且农人双手手掌常常均有厚茧，而江玉湖的左手几乎无茧，右手却手心茧薄，虎口茧厚。他手里常握的不仅不像是农具，且非寻常之物。是兵器。更有可能是刀，因为刀法中常常有劈砍的动作，虎口更容易生茧。身负武功，却以文弱示人，他这不是扮猪吃老虎吗？你们在看什么？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你也感觉到了？嗯。